我抽取了死者的脑脊液以及玻璃体液，测量样本中的钾离子含量，确定死亡时间为1周前。另外，我还发现死者内脏中硅藻含量极低，这是因为在他落水前，血液循环就已经停止了，所以水中的硅藻无法通过血液进入内脏。这点刚好证明了被动呼吸的推测，为死后抛尸入水。本案可定性为他杀。尸检可见颅骨骨裂，死者手部有疑似防御伤，指甲内有一些皮屑的残留，经 DNA 检测是男性，但是目前身份不明。死者的身份呢？死者没有在本市失踪人口数据内，已经上传到全省了，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反馈。还有就是这个死者身上的衣物比较少，尸体呢比较廉价，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但是我发现死者面部有很多矿物油的残留，矿物油是劣质化妆品的主要成分，我推测他之前用的应该都是一些廉价的化妆品。尸体经过了1周的浸泡，已经出现了巨人观，其皮肤表面还有大量矿物油残留，可见他生前有化浓妆的习惯。那船找到了，我爸给我来的信儿，我现在就转发给航运那边。你爸？啊，小芊芊没跟你说吗？我之前跟她讲这事儿了。哦。发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啊？现在不是不让搞啥子了吗？而且也怕摊上事儿。怕摊事儿，又重新把人扔在河里，你这事还小吗？就这回没杀鸡，结果就出事儿了。哎，甭废话，哪儿发现的尸体？刚过泗水2桥，往东2、3公里吧。嗨，遇上这种河漂，很晦气的，而且抽插管好像有点坏了，我们就没敢再干，掉头就回去了。怎么样？你那儿有发现没？哎，龙哥，这好像有东西。我看看来。火哥团伙拥有西南边境第3大新型毒品货源。这个女人是火哥的情妇。这2伙人相互信任，目前看来只是时间问题。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吃饭？想见见你。我们这次的行动，就是要将火哥爆黑，2个贩毒团伙一网打尽。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汗水提炼的水冲凉。
梦上扣着住枪口的设想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都说人得向前看，但是有些事情当每一次不平凡就是忘不掉。习以为常，只为将真相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光明和黑暗本来就是交缠在一起的，就像这个世界一样，有阳光，也有阴影。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只身也勇往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当先把自我遗忘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我全宣誓的理想，就像尘埃倒影里的光，勾勒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夺目的荣光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只身也勇往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为我们美好的重逢。以前的陈雨墨不在，他这个身体啊，一点酒精都不能碰，搞不好还会出现生命危险的。加个微信吧，有空常联络。我可提醒你了啊，要是叶谦，我就再也不理那我就一直给你画，直到拿到企划笔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做点小买卖，能一直站在阳光之下，一定很幸运啊！出去坐坐。为什么突然想起来约我吃饭？想见见你。改天约啊，叶谦，你答应送给我的话，什么时候做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
小龙，袜子上的 DNA 属于死者。你快看看这袜子上是什么字儿！我要瞎了，我不行了。我看看。唉，这是花。花儿是吧？开花的花。我看也像花。后面我看不清。行了，是花儿就行了。这种袜子呀，纤维质量太差，磨成这样了，能看出来个花字就已经不错了。这种袜子这么薄，放到什么商店、超市啊，肯定没人要。我就问了一下我妈，我妈说这种袜子就不是给零售市场的，专门针对那种桑拿、按摩、足浴这类的店，他们会大量批发这样的袜子给到顾客。有的品牌呢还会和工厂合作，在袜子上印上自家的 logo，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花字找，说不定能找到出处。你妈妈现在还做批发呢？扯这没用的，长春路关门了，早不干了。接个电话。哎，小赵赵，你哭了？老大，检测过了，酒里下的确实是肉，纯度呢不算太高，但是头一次那个劲儿可不小。这女人啊，有点意思。尸体落入水中后啊，肺部、胃部进水，整体密度增加，从而导致尸体缓慢下沉。等到腐败发胀后啊，再缓慢浮起，就形成了船夫口中的河漂。根据采砂船老板的供述啊，他们是在夜间采砂的时候，抽砂管忽然出现了故障，紧接着呢，他们发现了尸体。要知道，抽砂管都是深入河底，如果当时尸体已经浮出水面，管子根本就吸不到。也就是说采砂船干活的那会儿，死者刚被抛入水中不久。那么，结合采砂船当晚停靠的位置，这抛尸地点就在附近。这个已经是泗水河的上游了，这么偏僻，没几户人家，又不是旅游区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观察了一下，最近的那个监控就是咱们刚才经过的最后一个红绿灯。这河滩面积不小啊，过一遍得天黑了吧都。我和当地派出所联系，调下柳叔说的那个监控。我先下去。师傅，看车痕宽度，应该是越野车。看见了没有？这车痕的轮胎痕迹是从东向西，
时快时慢。还有啊，看见了吧，在那个位置上，小树前面掉了个头，加速度顺着这小坡一直冲上去。嫌疑人驾车来到河滩，为了选择抛尸地点，所以时快时慢。等抛尸结束，就迅速离开现场。假设这个轮胎印是嫌疑人留下的，应该差不多。看起来开车的人很紧张，现场有大量的拖印和划痕，紧急刹车的痕迹也不少。如果不是刚上路的新手，那个车上拉着个尸体，心里头有鬼。哎，昨天让你去医院做检查，你怎么还没去啊？我没事儿。别逞能啊，健康第一。这种地面跟环境，基本上不可能留下足迹啊。我怀疑嫌疑人啊，抛完尸体之后就立马离开了。小龙，啊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过来闻闻有什么味道吗？尿。也不一定是人的吧，说不定是动物的。蚂蚁特别喜欢吃甜食，所以它对糖特别的敏感。自然界中，动物也不是没有得糖尿病的，但是概率极其小。要这么说的话，这滩尿液应该是一个患糖尿病的人留下的，但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，还能采到 DNA 吗？我们多采集点样本，即便提取不到 DNA，至少可以多一个抓手。昨晚干嘛去了？没什么，私事。跟白月光约会去了吧？啊，还敢请假？让你师傅知道，不得你喝一壶啊？什么阶段？你们俩现在？管好你的嘴。昨天小饶跟我打电话了啊，我听他说话好像不太开心，他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了？我让他离我远点。你也是。小静，哎。有空也带你们家小宝贝出来溜溜啊！好嘞，好嘞，我马上过去啊，李阿姨，你先过去。好，先过去了啊。走吧，走，这边公园里面去玩了。走。啊，不叫了啊，马上带你溜了啊。哎，你怎么踢我们家狗呢？你不要走！你这老太太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看着你的，你怎么不长眼了？你没长眼是不是？单子忙着呢，哪有时间踢你家狗？你踢我家狗干什么呢你？不是。我这超时了，马上。怎么了，李阿姨？你超时了也不能随便踢人狗啊！怎么了，李阿姨？没人踢呀！你都看见了吗？什么事？谁看见了？你别说呀！哎，怎么了，李阿姨？踢我们家狗，你看。没人踢你家狗。我这送外卖马上超时了，他说他拉着我不让我走。他就不。
喂，你好。欠债不还钱是吧？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你弟弟欠的钱，全都得你来还，你别想跑，我们随时都能抓住你，知道吗？这个人熟悉吗？有点眼熟，但是不记得在哪儿见过。经理，那办公室钥匙呢？这样吧，我留个联系方式，有什么想起的随时联系我们。哦。小曼，你们认识啊？通过对花都会所走访，我们对死者进行了模拟画像，核实了死者的真实身份。泗水河浮尸案的死者身份已经查明，死者詹秋曼，女，20岁，闽城人，2年前来到云溪市，一直在花都会所从事服务工作，其身份已经由领班庞向兰证实。这个詹秋曼也是庞向兰从家乡带出来的。还有河滩发现的尿液中检测出男性 DNA， 与死者指甲里残留的皮屑 DNA 为同一人。此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其他信息目前不详。詹秋曼名下一共有3张银行卡，卡内现金共计42万，案发到现在1分钱也没有动。庞向兰是吧？公安局的。你好，我是。你好，先坐吧。我们今天来找你啊，是为了小曼的事，对吧？真没想到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。你上一次见詹秋曼是什么时候？10几天前吧，我记得。他不是你带出来的吗？又在你那儿工作，这么长时间不见人，不觉得奇怪吗？警官，我手底下有40、50个小妹，就算有些亲近些，也不是会每天都见面的。而且小曼她这人就这样，她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不想理你的时候，连个电话都不会打，我早就习惯了。那你说说他的情况吧。小曼她爸妈身体都不好，底下还有一个在读书的弟弟，一家人就指着她妈妈的低保，有上顿没下顿的。小曼原先成绩挺好的，但为了给她爸妈看病，更为了给她弟弟出学费，攒日后盖房子娶媳妇儿的钱，所以小曼初中毕了业就去电子厂打工了。后来辗转找到我，说是想跟着我多赚点钱。我想着既然是同乡，他家有这么个情况，那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能帮一把就帮一把，你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不光是小曼，我手底下这些小妹，哪个不是一个人扛起一个家？要不是真的难到那个地步，谁愿意做那些陪酒卖唱、让人瞧不起的事儿？小曼年轻，长得水灵，又会来事儿，喜欢她的客人不少。不过警官您放心，我们花都绝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、不合法的营生。詹秋曼的住所你知道吗？我在附近租了几套大房子当宿舍，小曼的宿舍有床位，但听同屋的小妹讲，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宿舍过夜，好像是在那个什么百元南村那边自己租了套房子。那她有男朋友吗？不知道。和她走得近的客人呢？不清楚。不清楚是吧？那你觉得詹秋曼有没有可能出台吗？那就更不知道了。
不过云溪是能源城市，有钱的老板多得数都数不过来，出手又大方。小妹们哪个跟客人有了真感情，想长期相处下去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能保证他们在会所里守规矩，但工作时间以外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既不想管，也管不了。雷叔啊，你这咋样了？有啥进展没？这就是从那个，犯罪现场最近的那个监控拍到的。当晚路过这个路口的，一共有4辆符合条件的越野车，只有这辆车回来了。你看，我就说有鬼吧，不能这么武断啊！我一会儿联系交警队，把那3个有牌子的车辆排除一下。如果真是这辆车没牌，监控又是黑白的，那就难办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，什么情况？你别着急，现在马上去医院啊！千万别着急，路上小心点儿。哎，没事吧，雷叔？我们家那小宝贝儿可能吃着耗子药了。哦，那得赶紧去医院，应该没啥事。对，没什么事应该。按照他们这行的收入，我觉得詹秋曼的日子不应该过这么寒酸。住这房子，还有屋里的家具都什么破玩意儿？床头那个箱子看见了吧？4个轮子坏俩，拉杆上全是胶带，日子怎么过的？他的化妆品也都非常的廉价，除了几件工作服以外，衣服基本都是地摊货。庞向兰说，詹秋曼家庭负担大，自身也很节俭，所以收入大部分都按时寄回家里了。而且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现金、存折、银行卡，手机和证件也没有找到。马上查一下死者的资金流，如果有异常，马上调取相应的监控。啊，师傅，那个庞向兰细查。小宝贝儿呢？埋院里了。你先回家休息，我今天请了假，我来看着管他。不用，咱不是要攒假去海南吗？好不容易攒的假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没事。真的？没事，真的，放心吧。静姐，哎，再做2个菜。哦，来了啊，没事，你去吧。来了啊，加什么呀？一个番茄炒蛋。哦，好的。冷队，这死者房间内的指纹有什么发现？现场指纹太乱了，还在排查，目前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
这辆路虎没有牌照，颜色和型号也是品牌里最常见的那种。这辆车以前发生过碰撞，尾部有凹陷。没错，油漆对灯光的反射性很高。这个夜晚视频是黑白色的。哎，这个车过来了。那么在黑白照片里头，的反光表现，这个车表现为荧光白。这张照片可以拍到这个车的尾部，你看它的尾部这一部分没有反光，呈现为黑色，这就说明这一块是一个凹面，不受光。从这个比例来看，这个面还不小。冷队，如果嫌疑人主要目的是为了钱，那一定是对受害人的经济情况比较了解的。据我目前所知，最了解、最熟悉詹秋曼的只有庞向兰。庞向兰的资金流目前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个会所里的那些工作人员都排查了吗？排查了，大概跟庞向兰说的差不多。死者生前喜欢独来独往，很早之前就搬出去住。那跟他私底下有关系的那些人都查了吗？目前正在排查通讯记录。冷队，还有一个线索，百元南村那套房子并不是詹秋曼自己租的，与中介签合同的是一家企业，叫做汇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。可以了吗？谢谢你的配合。谢谢你。这个就是收集 DNA 啊，电影电视里面见过不少，亲身体验这头一回。你们来找我，又要了我的 DNA， 是为了小曼吗？你跟詹秋曼什么关系？男女朋友关系。百元南村3号楼305，是你替他租的吧？是的。那为什么以公司名义？怕家里人发现？我老婆儿子去国外多年了。我现在没有什么怕被发现的，是以公司的名义租房，抵扣成本，合理避税嘛。那聊聊詹秋曼吧。小曼是个好姑娘，不贪心，人爱老实。一般小女孩喜欢的首饰啊、名牌包包都不要。我给他钱租房，原本想着租个好一点的，他说差不多就行，多出来的钱自己攒下来。我给他的零花钱，他也是能省就省，一门心思就是赡养父母，帮衬兄弟。其实他是很聪明。我原本想过几年送他去读个书，毕竟不能永远吃这个青春饭嘛。可惜了。案发时你在哪儿？1周前，我近1个月都是在国外出差，3年前刚回来。那你跟小曼怎么认识的？我开始就是在花都见过几次小曼，沙兰主动问我，说这个女孩现在比较困难，愿不愿意帮她一把？庞向兰，是她把小曼介绍给你的。事后我还给她包了个大红包，以示感谢。兰姐辛苦了。兰姐辛苦。
警官，您找我？麻烦你问你俩问题，熄下火吧。哦。汇通达的王猛认识吧？王总啊，认识啊。那上次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说不清楚詹秋曼跟谁走得比较近，但我们听到的却是你主动把詹秋曼介绍给别的客人。这种拉皮条的行为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警官，您可别吓唬我，我就是给人介绍个对象，介绍对象也不犯法。介绍对象？嗯。那上次问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嗨，这不是想着毕竟死者为大嘛，这毕竟是小曼的隐私。再说，王总是老客户，我也得罪不起。案发当天你在吗？警官是怀疑我？回答问题。在花都上班啊，晚上6点到的，转天早上才走，差不多就现在这个点儿吧。王猛的 DNA 和尸体甲缝及抛尸现场的 DNA 不匹配。王猛的出入境记录啊，已经证明了他没有作案时间。王猛的财产情况、家庭情况都得到了证实。从动机上讲，大概率可以排除。哎。是啊，哎，冷队长。哎，陈姐，我一接到电话就赶回来了。没事，你放心啊，你们家老爷子没什么事儿，快递小哥呢也没大事儿，就是碰破了点皮儿。哎，不过人家的那个后面活肯定耽误了。这么着啊，赔多少钱我来赔，人在哪儿呢？你把人请过来，我给人道个歉。这事儿啊，你们自己去协商啊。你的电话呢，我留给人家了啊。好。这会儿呢，我让那个居委会的小张啊，陪着到那个社区医院啊，去那个擦点药。哎，本来呀，我是想安排你们家老爷子去的。家老爷子，这脑子您多担待啊。这不是他多担待的事儿。你说啊，这糊涂了也不能说人家监视他呀。是啊，说着说着还动起手来了，那给人家小伙子吓坏了。你说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这人家怕说不清楚。是。哎呀，你这刑警队忙啊，我们大家都理解，但是照顾老人该照顾也得照顾啊。对，你家老爷子这种情况啊，身边也确实离不开人。是，这保姆是一方面，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如自己家人呐。对，您说是不是？是。行，那就这样啊。好嘞，那我们走了啊。谢谢。哎，没事。哎，王叔，李姨，哎呀，他二奶奶，慢点。哎。小冷啊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就出去扔了个垃圾，跟熟人说了2句话，你看就。不过，你爸爸最近那个病啊，真的是加重了。是，他那脑袋呀，他糊涂。是啊，我觉得你抽空是不是应该带他上医院一趟看看？好。哦，你说，他一发作起来。不管不顾的，你说今天真的吓死人了。是，我也不是小年轻了，你说，要真有什么事儿，我真担待不起呀，小冷啊。我懂啊，你看咱们那个合同啊，眼看着也到期了，你看。你这么着，王姐，您再多帮忙啊，我尽快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啊，您收来，你说。把车停路中间了。哎，好嘞啊。对不起。没事。
喂，老焦。哎，我听小静说看见你回去了，你爸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让他顺道过去看看。老爷子没事了，别让嫂子再跑了啊！我开车呢，先不说了。啊，对，还有个事儿啊。你说。那辆车找到了。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，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多么的荣光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前世也有望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